各位朋友大家好，12道金牌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说的是高宗赵构12道金牌催促岳飞回军，岳飞无奈最后只好回兵，导致了功亏一篑。这12道金牌也使得岳飞成了中国历史上获得金牌次数最多的人，但这12块没有一块是岳飞想要的。别人获得了金牌都要感激这个感激那个，感激上天，天道酬勤，让他能够获得今天的冠军。而岳飞的获奖感言则是10年之功毁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幸。在这12道金牌中，高宗赵构到底对岳飞说了些什么？这12道金牌的内容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因为这12道金牌我们现在一块也找不到。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就质疑12道金牌到底是否真的存在过。质疑的人中包括宋史大家邓广明先生。邓广明先生认为12道金牌是野史小说的演绎而已，它其实并不存在。赵构确实给岳飞发了诏书让他回兵，但是并没有随后的12道金牌。而又有一些怀疑者走的则更远一些。一般关于岳飞回军的逻辑线是这样：岳飞在郾城、颍昌、朱仙镇接连取得大捷，在大好的情况下，赵构发出了12块金牌要他回军，岳飞无奈只得回军，痛失好局。这是一条完整的逻辑线。那么如果12道金牌不存在了，这条逻辑线自然也就断开了，无法解释岳飞为什么回军。前面的仗打得好好的，岳飞为什么要回兵呢？莫非是前面根本就没有打什么大胜仗？所以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条新的逻辑线。岳飞并没有取得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更没有什么朱仙镇大捷，实际上是岳飞当时已成孤军深入之势，无奈之下他只能退兵。而凑巧的是，在史料中我们又找不到关于郾城大捷、颍昌大捷、朱仙镇大捷的一些直接的史料，特别是关于这几场大捷战果的准确记载。怀疑论者也就由此更有了说话的底气，甚至有人还说实际上是赵构救了岳飞，如果岳飞不撤兵的话，很可能陷入金兵的重重包围之中，那岳飞早就完了。而且关于这12道金牌本身也有很多让人疑虑之处，比如说这12道金牌是怎么发的？如果说一道一道发的话，那么发出第一道金牌以后，赵构是否收到了岳飞的回复，然后再发了第2道、第3道、第4道？如果是收到回复以后再发的话，那么以当时的通讯条件，这个间隔的时间肯定会比较长。那总共12道金牌，那要间隔多长时间呢？如果是一起发的，那赵构有必要这样做吗？毕竟连发12道金牌在宋朝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赵构发的为什么不是5道、10道，偏偏又是12道呢？难道12是赵构的幸运数字吗？这12道金牌为什么一道也没有保留下来呢？12道金牌确实成了一个谜。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历史探案，聊聊12道金牌之谜。我们将时光拉回到绍兴10年，这一年的7月10号，远在临安的赵构正在想着如何召回岳飞。而当时岳飞在干什么呢？公元1140年的7月8日，岳飞正在郾城，郾城大战一触即发。此次完颜乌珠是志在必得，他有3万的女真铁骑，其中还包括他最得意的拐子马和铁浮屠。而宋军呢，岳飞手下只有8000被围军。虽然在此之前完颜乌珠已经输了几仗，也培育出了几个南宋的名将，但那都是在中国的南方，在北方女真铁骑还从来没有输过。此时正值7月份，马快公历，是最适合女真骑兵作战的季节，又是在最适合他们作战的北方草原。面对着无险可守、兵微将寡的岳家军，完颜乌珠是信心满满。这一次他不想再做什么名将制造机了，他要做一次名将收割机。岳飞也知道当前的局势，他知道守是守不住的，因为完颜乌珠3万骑兵后面还有10万的步军，郾城又没有又高又厚的城墙，一旦被金兵围住，恐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况且岳飞所训练的岳家军自创军伊始一直都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所以岳飞决定在城外扎营，硬刚金兵。
最先掩杀过来的金兵是他们的拐子马。所谓的拐子马，实际上就是金军的轻骑兵。临阵时从两翼杀出，冲入敌阵，左右穿插，主要目的就是搅动对方的阵营。等到对方的阵营稍有松动的时候，正面的金国骑兵适时的发动攻击，而此时担任攻击任务的就是金军中的最强战力铁浮屠。铁浮屠就是重甲骑兵，每3匹马连在一起，3匹马与骑手都是身披重甲，在战斗中就像一堵墙似的向前推进。铁浮屠实际上是以牺牲了机动性为代价，最大程度的加强了他的攻坚能力。而拐子马呢，又正好弥补了铁浮屠机动性上的不足，这二者之间的完美配合，也成了一直以来金军纵横天下的2大法宝。此时只要金兵的拐子马能够骚动岳家军的阵型，那铁浮屠必将像坦克一样从正面发动进攻。到那时候，那些挡在铁浮屠面前的那些步兵们，恐怕很快就要变成一堆齑粉。岳飞对金国的战术早就有所了解，所以这次他马上命令岳云率被围及游弋马军迎敌。临行之前，岳飞神色严峻地对岳云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勿先斩无疑。”岳云领命，挺着2杆铁锥枪，带领骑兵迎战拐子马。这是一场骑兵与骑兵之间的对决，是当时东亚最强骑兵的对决。对拐子马的战术，岳飞已经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也制定了很多灵活机动的战术。所以岳云率领的马军虽然人数并不多，但是初一交手并没有落于下风。古代真实的马战并不是我们在水浒、三国那样的小说中看到的2军对垒，然后各出一员大将纵马向前，然后2匹马就搅在一起原地打转，马上的将军你给我1板砖，我给你1板砖，这样互砍。如果一方得胜，随后率军掩杀，对方毕竟是大败亏输，这仗也就这么打完了。将军们带的那些士兵只知道摇旗呐喊，更像是啦啦队或者是看热闹的。历史上真实的马战肯定不是这个样，因为大家知道骑兵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的速度，如果没有了这个优势，让马原地打转与对方厮杀的话，那骑兵的战斗力还比不上一个带甲的步兵，因为它还没有地上的步兵灵活。所以真正的骑兵作战都是在高速的对冲中进行的。马上的骑兵在高速奔驰的马上，在与对方的骑兵相错的刹那间施展出各自的招数，所以这个时机不能早也不能晚，人与马的配合要相当的默契，骑手也可以通过控制马的速度来疑惑对方。2军对垒的时候，一个骑兵在一次冲刺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几个敌人，打得好一枪将对方撂于马下，打得不好回头大喊一声：“小子，有种别走，等着我！”然后策马而去。当然了，这只是开个玩笑，高速奔驰的骑兵没有时间说这些没用的话。这更像我们小时候男孩子打架，打不过了就撂一句：“小子，有种你等着我，你别走。”其实也没人会等你，知道等你也不会回来。马上的骑兵也一样，不会拨转马头来再与对方再来一下，而是还会继续向前挑战下一个对手。能够进行类似这样冲刺的次数，就能够体现出这支骑兵的战斗力。据三朝北盟汇编记载，金人曾扬言说：“不能打100余个回合，何以为马军？”曾经与金人骑兵作战的吴介对此是深有感触。吴介以前是属于北宋的西军，曾经与西夏军队多次作战。在他后来与金兵交手以后，曾经感叹到，一般的西夏军队也就能打个20-30个回合，而金国的骑兵能打的回合次数要远远高于西夏军队，可见金国骑兵在当时的战斗力。可惜他们这次遇到的是岳家军，岳云率领的骑兵与金国骑兵就这样绞杀在了一起。岳云率领的岳家军虽然勇猛，但金国的骑兵人数众多，他们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赶上，再打下去恐怕岳云就要落于下风了。也就在此时，不远处的战场上突然一阵骚动，南宋抗金历史上最英勇壮烈的一幕发生。岳飞麾下的第一猛将杨再兴单枪匹马从本方阵营中杀出，直接冲入敌阵之中。一边打，杨再兴还一边呼喊着完颜宗弼的名字，他真的要在100万军中去上将首级。在数万人的瞩目之下，杨再兴就像一头猛虎，在金营中左冲右突。曾经如狼似虎的金兵，在杨再兴的大枪之下，更像是被猛虎驱赶的一群羊群。
杨再兴一边呼喊着完颜宗弼的名字，一边冲向了一堆一堆的金兵。金兵在他的铁枪之下，一边口中大喊着你找错人了，一边是四散奔逃。最终杨再兴是满身浴血，身披几十处创伤，但仍然杀死了几百名亲兵。在遍寻不到完颜宗弼的情况下，又回到了本方的阵营。在杨再兴这番天神一般的表演之下，金兵的士气大大受挫，金军的阵营也出现了小许的波动。也就在此时，宋军阵营中烟尘蔽天，一支部队凶猛地冲入了敌阵。这支部队所到之处如蛟龙入海，队中拥立着一杆大刀，上写一个大大的岳字，在7月的阳光下是熠熠生辉。主帅岳飞亲自出战。几分钟之前，当岳飞决定要亲自出战的时候，他部下的一名官员抓住了他的马缰，公乃朝廷重臣，切不可亲涉险地。岳飞用皮鞭抽在了他的手上，怒吼道：非尔所知，然后就带着40名亲兵冲入了敌阵。岳飞一边往前冲，一边是左右开弓向外射箭，金兵纷纷落地，一时间是阵营大乱。能够在马上左右开弓射箭，那可是真本事啊！大家知道，一般人除了左撇子以外，射箭的时候都是右手拉弓，这样的话只能射击正面和左面的敌人。如果右边出现了敌人的话，在马上是转不过身去的。这时候如果你能左右开弓，改为左手拉弓，那你的箭的杀伤范围就大为扩大了。岳飞能够在军中享有如此之高的威望，与他的真功夫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些终日厮杀的士兵们，他们最敬重的就是战场上的强者。主帅亲自上阵，极大的激励了岳家军的士气。岳家军是越战越勇，顶住了拐子马的一次次的冲击，为中间战场上步兵的列阵争取到了最宝贵的时间。此时在铁浮屠护卫下的完颜兀术已经有点坐不住了，他的拐子马并没有收到意想的效果，宋军的阵营并没有动摇。完颜兀术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他手里还有铁浮屠。此时在他面前，那个列阵已毕的宋军步兵更像是在案板上码好的一块豆腐，他的铁浮屠一到，必然会被踩烂剁碎。于是完颜宗弼下令铁浮屠出动。于是在盛夏炙热的阳光下，华北平原上的这股钢铁洪流凶猛地向前移动，他们要去征服一切，吞噬一切。随着两军的逐渐接近，马背上的金国骑兵觉得越来越诧异，他们面前的这些南宋步兵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和我们以前遇到的敌人都不一样？他们既没有惊慌失措四处奔跑，也没有亡命似的冲上前来，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静静地处在那里，好像并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像是一根粗大的铁钉，就这样钉在原地，任凭大地在震动，任凭洪流在迫近。在两军相接的一刹那，仍然高举着盾牌的南宋士兵突然伏低了身子，冲向了铁浮屠身下的那一大片阴影地带，然后挥出手中尖锐的马扎刀和长柄大斧，砍向铁浮屠的马腿。战马受伤，骤然倒地，被抛在空中的金国骑兵这时候才意识到了这些宋兵为什么刚才一动不动。他们是在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等待着最合适的攻击距离，然后发出他们致命的一击。哪怕因此他们很有可能被马踏成肉泥，他们也要拼死一搏，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也是铁浮屠唯一的弱点。这种几乎是自杀式的打法，他们在之前一定经过多次的演练。在演练过程中，他们的统帅不断地提醒他们勿仰视，专着马腿。铁浮屠是3匹马用皮带相连的，一匹马倒下，另外2匹马就无法继续行动。金国的骑兵刚从云端落到地上，马上就遭到了南宋步兵铁锤长斧的伺候。你不是身披重甲吗？你不是枪扎不进，刀砍不动吗？那你就尝尝铁锤吧，尝尝这些钝器带来的震撼。原本步兵与骑兵的对战，最终变成了一场步兵之间的白刃战。北魏军首帅司丕在接下来的数个时辰内，杀的金兵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至黄昏，金国人是一败涂地，狼狈溃逃。郾城大战以宋军的完胜而告终。这是一场南宋与金国最精锐部队的尖锋对决。
也是南宋军队第一次在平原上战胜金国骑兵。此战以后，再没有什么女真不过万，过万不可敌，而是汉山易，汉岳家军难。金国人赖以纵横天下的铁浮屠，在此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以后，宋金战场上再也见不到这支军队的身影。金国统帅完颜宗弼也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慨叹：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顺便说一下，到了金朝末年，也就是金哀宗统治时期，为了应对蒙古人的威胁，金国又重新组建了一支重装骑兵，类似于以前的铁浮屠，不过这时候叫忠孝军。这支部队的主帅叫完颜陈和尚。陈和尚并不是什么和尚，那不过是他的小名，他的大名叫完颜仪，他是我们以前讲过的金国一代军神完颜宗翰的后代。这支可以说是金朝当时倾全国之力组建的重装骑兵，在与蒙古人的作战中数次战胜强悍的蒙古骑兵。蒙古人的英雄如往不胜的苏台就曾败在这支部队的铁蹄之下。由此也可见，在金国全盛时期组建的铁浮屠部队的威力，以及击败铁浮屠的岳家军的超强战力。那么我们又不禁会联想到，如果还有岳家军的存在，或者南宋朝廷还能保持一支像岳家军这样强悍的队伍，那么蒙古人还能够征服南宋吗？还会有崖山海战吗？还会有华夏文明的大沉沦吗？有时候100多年以后结的果，我们竟能追溯到100年前的那个因。更可悲的是，与南宋朝廷一起沉沦的，还有我们华夏精神中那种无所畏惧、舍我其谁，随千万人勿往矣的大无畏精神，那种从汉唐以来继承下来的华夏民族的精神智慧。郾城之战中的岳云、杨再兴正是这种精神在南宋朝的代表，他们是宋朝的霍去病、耿恭。在郾城之战中，岳云抵住了拐子马最强的攻击，而在随后的颍昌之战中，岳云更是再立奇功。在那场战役中，岳云杀的是人似血人，马似血马，身中100余疮。岳云是个官二代，但他并没有得到他父亲的任何荫庇，他的一切都是在战场上真刀实枪的打出来的。不仅如此，因为他是岳飞的儿子，岳飞在为部下报功的时候，经常把他的功劳压下。但尽管如此，岳云仍然在真刀实枪的战场上打出了自己的赫赫声威。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后来高宗赵构一定执意要处死岳云的原因。尽管秦贺一党的判决只是将岳云发配，但赵构仍然要岳云死，因为如果岳云还在的话，岳家军有可能重聚在岳云的旗下，赵构担心的陈桥兵变可能会再一次的发生。尽管他根本就不了解岳飞岳云是什么样的人。还有杨再兴，在随后进行的小商河战役中，杨再兴率领着200倍围军遭遇到了完颜乌弼的主力部队。200倍围军面对着几万金兵，没有退缩逃窜，而是直接的冲了上去。杨再兴是一马当先，在小商河一役中杀死了金军万户1名，千户数名，金兵2000多名。最后200倍围军壮烈殉国，杨再兴的马陷在了河中，最后被金兵乱箭射死。再后来，南宋军队抢回了杨再兴的尸体，尸体焚烧以后，仅箭簇就重达2升。杨再兴曾是叛将曹成的手下大将，当年岳飞平叛，杨再兴率部与岳飞军对垒，屡败宋军，甚至杀死了岳飞的亲弟弟岳帆。杨再兴被俘以后，岳飞不计前嫌，义释了他，而杨再兴也最终以义死回报了岳飞的知遇之恩。有人说杨再兴是杨家将的后人，这点呢已不可考。金庸先生小说中的人物杨康也被说成是杨再兴的后人，这当然也不会是真的，但至少说明后世的人们仍然记住了杨再兴这个孤胆英雄。经过了郾城大捷、临沂之战，以及后来的颍昌大捷、朱仙镇大捷，金军的主力已经受到了重创，而军事上的失利更使得本来已经脆弱的金朝的统治变得更加的千疮百孔，四处漏风。此时的完颜宗弼已经完全无力做出任何的反击，
大家知道女真人的人数有限，所以以往他们作战的时候都要征发大量的迁军。所谓的迁军就是一些汉族的精壮农民被强行征发去与宋人作战。因为岳飞一直实行的联系河洛的方针，以及岳家军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山东河北地区义军分起。当时的义军总规模已经达到了40几万，战斗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此时女真人再想征发迁军的话，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他们的兵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女真队伍中，其实并不都是女真人，其中还有大量的契丹人、鞑靼人、渤海人，他们依附于女真人，就像群狼依附于头狼，和女真人一起南下抢劫。随着金国人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他们自然也能抢得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当女真人开始打败仗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斗败的头狼已经得不到群狼的拥护，群狼开始纷纷向这只头狼发出挑战，这也就使得金国已经占领并且统治的那些地方不断的发生当地人的暴乱。而此时金国的政坛刚刚经历了2次权力变更，也可以说是2次内讧，元气大伤。这种内外交攻之下，金国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危如累卵。这方面我们虽然在金史中看不到具体的记载，因为金史虽然名义上说是元朝太师脱脱所著，但实际真正执笔的则是金朝的那些遗老，所以金史的记载一向是讳败夸胜。但有时不小心，金史还是露出了一些端倪。金史宗弼传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宗弼遣孔彦州下汴郑2州，是说在郾城等一系列大战以后，完颜宗弼又派孔彦州带兵去汴京和郑州。可我们都知道，完颜宗弼撕毁合约大举南犯的时候，就已经占领了郑州和汴京。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一系列战事以后，又重新派兵将去收复汴京和郑州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在这一系列大战以后，女真人已经撤出了汴京。此时的北宋都城开封汴梁，对岳家军来说已然是唾手可得。还有金史中记载，时无宗弼，今之国事，依约待矣。这一方面是肯定了完颜宗弼在金国危亡之际的中流砥柱作用，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金国已经处于危亡的关头。另据三朝北盟汇编记载，鲁振据丧破，燕之真气重宝尽袭于北，意欲捐燕以南以弃之。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如果岳家军没有被召回，如果继续与金国人作战的话，那么收复开封汴梁以及北宋时期的原有疆土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假以时日，收复燕云16州也是可以期待的。至于说是否能够直捣黄龙，这恐怕就不是岳飞义军所能做到的。这个目标说起来就有点远，其中牵涉到了更多的因素。但收回北宋故土，与金国形成类似于北宋时期与辽国的对峙局面，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1140年那一年，岳飞只有38岁，而完颜宗弼比岳飞长20岁，他已经58岁了。完颜宗弼最终是在8年以后病逝。那么大家可以想见，完颜宗弼当时已经是金国的中流砥柱，如果他死了的话，金国的政坛又将爆发一次更大规模的地震。如果那时候岳飞还在的话，那恐怕又是一次天赐良机呀。其实真正能够挽救金国的，并不是完颜宗弼，而是被称为完颜构的高宗赵构和他的12块金牌。那么到底什么是金牌呢？金牌确切的说应该叫金字牌，是木质朱漆金字。金牌是当时宋朝最快的一种通讯方式，主要是为军情紧急而设。金牌上写8个大字：御前亲疏，不得入铺。意思就是说，金牌不用进入驿站进行交接，而是要像接力棒一样的迅速传递。这种通讯方式据说可以日行500里，但大部分情况下没有这么快。当时南宋的都城临安，距离岳飞作战的颍昌郾城大概相距2000多里地，金牌单程一般需要10天时间。岳飞是在当年的7月21日收到金牌的，岳飞也是在当年的7月27日开始撤军的。
期间只间隔了5天时间。在这5天期间，岳飞已经停止了对金国的军事行动，只是在做一些南撤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因为毕竟岳飞还要携带大量的想要同他一起南撤的北方的百姓，所以有大量的事情要做。这也就是说，岳飞在收到金牌以后并没有耽搁，就开始准备撤军了。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为什么不向高宗申诉呢？为什么不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如果他真能坚持一下的话，待拿下了开封、汴梁，再一次重创金军的时候，或许高宗赵构就会看在这些胜利的面子上，默许了岳飞的行为呢。但岳飞做不到，他有他的难处，而这也最终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12块金牌之谜。咱们先来说说这12块金牌到底存不存在，是不是岳飞的孙子岳珂为了给他的爷爷开脱而杜撰出来的？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12块金牌是确实存在的。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汇编以及宋史中都提到了这12块金牌，而其中的要录和汇编成书都早于岳珂所编的金陀粹编和金陀汇编，所以他们不可能是从岳珂的著作中摘抄出来的。有些人对岳珂的这2部著作多有质疑，认为其中有很多都是杜撰的，是为他的爷爷洗白的。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看过这2本书。实际上这2本书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像《说岳全传》那样的小说，专门编制各种的故事为岳飞洗白。这2部书主要的是收集与岳飞有关的各种史料，而且这2本书写成的时候，南宋还没有灭亡。这2部书也经过了南宋官方史馆的审核，并且纳入了南宋国史之中。这就说明这2本书的真实性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的。试想一下，如果这本书刻意的夸大岳飞，无形中贬低了高宗赵构的话，那么在南宋官方史馆的审核中能够获得通过吗？所以12块金牌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是岳珂编造出来的，而是确有其事。不仅确有这12块金牌，而且上述的几本史书中也提到了重要的一点，就是这12块金牌岳飞是在同一天收到的。据宋史记载，一日奉12金字牌，飞奋碗涕下，东向再拜曰：10年之力毁于一旦。既然岳飞是在同一天收到的，那也就说明这12块金牌是在同一天发出的。既然是同一天发出的，那也就不存在这每道金牌之间相隔几天是否收到回复等问题。实际上每道金牌间隔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个时辰。再有，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岳飞在收到这些金牌以后没有向高宗赵构申诉？刚才我们谈到了，岳飞21日收到金牌，27日就拔营南下了。那么在当时那种大好的形势下，岳飞为什么不坚持一下？其实岳飞已经申辩过了，但并不是在这12道金牌之后，而是在这之前。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岳飞还收到了赵构的一封诏书，让他退兵。那也就是说，要求岳飞退兵的诏书并不仅仅是12道，而是13道。我来给大家捋捋这个时间线。当年的7月5号左右，岳飞曾经写了一份奏章，请求高宗赵构能够督促刘琦部、张俊部以及韩氏中部一起参与北伐。毕竟那时候岳飞已经意识到自己兵力不足的弱点，但这份奏章一去10几天，并没有收到任何的回信，反而是在那个月的18号收到了高宗赵构的一份诏书，要求岳飞撤军，停止北伐。我们刚才讲的郾城之战是在7月8号，所以这时候岳飞已经取得了郾城大捷，而且正在准备临沂之战。岳飞不忍心放弃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所以他并没有奉诏撤兵，反而是给高宗赵构写了一份措辞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奏章，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是这样说的：闻之谍者，鲁欲弃其辎重，急走渡河，况今豪杰相锋，士卒用命，天时人势强弱已现，攻击垂城，时不再来，积难轻施。臣日夜料之属矣，为陛下图之。但没想到的是，3天以后，也就是7月21日，岳飞就收到了这12块金牌。试想一下，岳飞刚刚呈上申诉的奏章，马上就连续不断的收到了这12块金牌，岳飞
还如何申诉？赵构之所以这样连续发12道金牌，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不给你任何申诉的时间，就是想告诉你，即使天塌下来了，你岳飞也得给我撤军，这其中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再有一点就是，其实岳飞这次北伐早已经是抗旨不遵了，那还是在这次北伐刚刚开始的时候，岳飞在行军途中，李若虚奉高宗之命来见岳飞，并且向岳飞颁旨，让他班师回朝。岳飞坚决不从。李若虚为岳飞的忠义所感动，主动愿意承担矫诏的罪名，支持岳飞北上。所以岳飞实际上是带着原罪出征的。试想一下，如果这次再不遵守12道金牌让他班师的命令的话，那么可想而知，高宗赵构一定会对岳飞更加的猜疑。当初我让你停止出征你不听，现在我让你班师你仍旧不听，你岳飞到底想要干什么？毕竟岳家军并不是私家军，他的粮饷供给还完全要依赖于中央政府。如果因为抗旨不遵，岳飞因此背上了谋反的罪名的话，那么于国于民于岳家军都是大不利的一件事情。岳飞怎敢冒这个险？顺便说一下，为什么李若虚愿意为岳飞承担罪责呢？因为李若虚有一个弟弟叫李若水。靖康之变的时候，完颜宗翰命令宋钦宗脱掉龙服，李若水抱着宋钦宗不让他脱去龙服，而且是怒斥敌酋。完颜宗翰大怒，命人割去了李若水的舌头。李若水虽然口不能言，仍然是怒目圆瞪，并用手指指向完颜宗翰。完颜宗翰更怒，又命人挖目断手。李若水最终是不屈而死，死之前仍然是骂不绝声。胞弟惨死于金人之手，所以李若虚对金人是充满了国仇家恨。岳飞被害的1年以后，李若虚也被贬官，并死在了贬所之中。那么那群发的12道金牌为什么是12道而不是11道或者是13道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这12道金牌其实并不是都发给岳飞的，而是发给了岳飞的12个统制官。岳家军总共分成12军，有12个统制，所以每个统制都收到了1枚金牌。不得不说，赵构和秦桧为了让岳飞撤军，真的是煞费了苦心。他或者是担心，如果金牌都发给岳飞的话，岳飞可以抗旨不遵，把这些金牌都压住。但如果这些金牌发到了各个统治手中，即使岳飞想抗旨，那也压不住皇帝要他们撤军这件事情。这种说法呢，因为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所以只能是一种猜测。最令后人扼腕叹息的事情，还是发生在12块金牌之后。27日，岳飞班师回朝，在途中，岳飞与大部队分开，独自去临安面圣述职。在去临安的途中，岳飞接到了高宗赵构的一道诏书，让岳飞暂停班师，择利进退，不防屠贼。就是说，不用班师了，让岳飞相机而动。高宗还告诉岳飞，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而且也已经命令杨一中在25号从中路跟进。这也就是说，除了驻守四川的部队以外，赵构已经动用了自己手中的所有兵力向北挺进。这个态度真是180度的大转弯，可惜太晚了。那么赵构怎么会有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他收到了岳飞郾城大战的捷报。我们从头捋一下这段时间信息传递的时间线。郾城大战之前，也就是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岳飞给高宗赵构写了一个奏章，要求增兵支援。而在7月18日，岳飞收到的诏书却要求他立刻退军。岳飞不从，写奏章申辩。既然是在7月18日收到的，刚才我们说过，临安与郾城相距2000多里地，用金牌传递信息需要10天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岳飞如果是在18号收到的诏书，那么高宗起草这份诏书的时候，应该是在7月8日左右。而7月8日正好是岳飞开始郾城大战的时候，所以高宗在写这份让岳飞撤军的诏书的时候，郾城大战刚刚开始，赵构还不知道此战的结果。岳飞取得了郾城大捷，按照惯例一定要写奏折向朝廷报捷。郾城大战是在7月8日，所以岳飞写这份奏折的时间应该就是在这一天，而赵构收到这份奏折的时候应该是在10天以后，也就是7月18日。而那12块金牌呢，岳飞收到的时间是在7月21日，
那也就是说，诏诰发出的时间应该是在7月10号或者是11号，那时候他还没有收到郾城大捷的捷报。如果高宗能够晚几天发那个逆天的12块金牌，也许历史就已经被改写了。收到郾城的战报以后，赵构突然改变了主意，这说明了一点，就是郾城大捷绝对不会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他的具体的战果拜秦桧父子所赐，现在已经无据可查。但从高宗的态度上，我们也能看出来，这战果一定是非常的辉煌，这场胜利足以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所以一向怯懦拜金的赵构才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转变。但很可惜，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历史有时候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遗憾。而此次遗憾的根源，就是将错误的人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特别是放在了庙堂之高的最高处。当一个独夫民贼坐在了金字塔尖的时候，那么不管下面的人怎么做，结局都是错。所以当时南宋的军民们一定是暗自叹息，他们宁愿希望坐在最上面的是一只猪。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